2013年7月，红米手机1代以799的价格惊艳亮相，横扫了当时的山寨市场啊！干掉山寨机这件事情，红米肯定要拿头功。百元手机的故事也正式开始了。时隔10年啊，这个 Realme 13C 发布了。刚一看到，这不就是 nova 11 SE 分翼吗？开玩笑啊，这应该是目前各家首发起售价最低的5G 手机了，749块啊！你没听错啊！你别说大旗舰了，这基本就是一部中端机的零头，这钱甚至连一个好一点的 TWS 耳机你都买不了。我们把这手机买回来了，并且认真体验了一段时间。在2024年用一部100元手机当主力机是什么体验呢？小白测评 13C 走起。看过我们之前9A 那期视频的小伙伴可以扣波1啊，这两台手机放一起确实不像一个时代的啊。13C 这台机器应该算是9A 曾孙子那份了啊，9A、10A、12C， 下一个就是13C 了。这手机刚一拿到手啊，就像开头说的啊，感觉还是很惊艳的。这质感说实话有一些超出价位预期，白色的这个版本的后盖啊，在不同的角度下还能看出不同的装饰纹理啊，还有一些亮星纹理。屏幕不点亮的话，怎么看怎么不像700多块钱的手机。不过一点亮屏幕，我拿手指认真量了一下啊，这下巴挺2艘航母准星。屏幕配置我们直接打出来啊，这6.74英寸90赫兹 720P LCD 的一块屏幕啊，当然它这个屏幕支架还是比较高的啊。LCD 屏嘛，我们等效换算一下啊，和900P 的钻石排列 OLED 的屏幕清晰度是差不多的，所以长时间体验下来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糊。13C 的顶部啊，还有很多顶级旗舰都没有的外星科技，3.5毫米耳机孔啊，这下面的充电口啊，可以说是大升级了啊，新款 iPhone 15同款的 USB-C。当然价格受限啊，没有红外 NFC 和陀螺仪是有点可惜的，提醒注意。不过我仔细想了一下，如果是家里老年人或者小朋友用的话，不上陀螺仪可能还有好处啊，比如限制摇广告。我们正在抽送总价超37000元的新年礼物，关注小白测评 B 站频道查看置顶动态，转发关注即可。听说3连好运翻10倍。我们频道经常说啊，低端选机优先处理器啊，毕竟这是手机稳定的根儿嘛。不过对于入门百元机，你选择的空间就非常低了啊。13C 好在并不差啊，搭载了发哥的5G 处理器啊，6100 Plus， 娱乐素我们简单跑了一下啊，可以到40万加，对比隔壁的680那要强不少啊。系统上是精简版的MIUI 14，像小窗啊、应用启动动画、小米互传长截图、负1屏、传送门等等功能啊都被阉割掉了，但是按理说这颗芯片的性能是可以带得动这些功能的，不过定位摆在这儿啊，应该是为了稳定啊，就给阉割掉了。当然，可能也有小伙伴好奇啊，这台机器的游戏表现，这他妈的绝对是捣乱的。王者13C 只能支持到60加高清，这压力对于13C 来说还是小 case 的。数据库 3.5 模型，注意是 3.5 啊，可以跑到59.9帧，功耗是3瓦，机身最高是38.5摄氏度。你问为什么不用最新的 4.0 模型？是欺负老实人吗？4.0现在大旗舰都难 hold 得住啊，这百元机咱就不欺负它了。上元神帧率可以跑到21.8帧啊，比隔壁680的旗舰高了差不多1倍，值得点赞啊。2x2.2G 赫兹加上6x2.0G 赫兹的 CPU 规格，13C 整体的调教其实感觉还是很保守的啊，主题应该还是2个字：求稳，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。前5分钟大核是锁到了 1.6G 赫兹，中核是锁到了 1.5G 赫兹，后面则是分别锁到了 1.3 和 1.2G 赫兹，最终功耗是3.5瓦，机身最高也就到了44摄氏度。至于星铁嘛，这个就太顶了吧，不难为它了。续航方面，对于老人用户来说还是挺重要的。数据库25摄氏度环境温，350尼特亮度，5G 网络下播放航麦中国，音量50%，最终坚持了7小时48分钟。LCD 屏幕，5000毫安时电池，百元机这个成绩你给几分？可以打在公屏上。充电上13C 最高是支持到18瓦的啊，不过为了省钱啊，这盒子里面附带的是10瓦的充电器，提醒注意。实测这台机的充电功率在前80分钟都可以维持在10瓦以上，最终前台充满2个小时整，完全充满2小时25分钟。相机上这次用上了三星的 GNS 主摄，是的啊，这台机器我们也专门测了一下影像，绝对是捣乱的。2.45英寸的传感器也算是有所升级。我们拿上大哥小米14啊，出去拍了不少样张，还是提醒注意，Realme 13C 默认等效焦段是28毫米啊，和小米14的23毫米是有区别的，就是拍出来的画面会更窄一点。这组大楼还行啊，放大看一下，13C 好像也并没有在解析力上差很多，主要差异就是
色彩还原，13C肯定显得画面更加寡淡。像这几组天空、花朵、草丛也是一样的风格。如果你想拯救一下它的影像的话，可以考虑一下谷歌相机，还是同样的场景啊。13C 配上谷歌相机的画面，就要更接近小米14一些了。谷歌相机对于入门手机的提升其实还是挺明显的。后面我们拿13C 配合谷歌相机多拍了几张，整个画面确实更加耐看。放到网上发个社交平台，你还真不一定能够看出来这是一个百元手机拍的。自带的5000万像素模式，我们简单对比一下，在解析力上提升也不是很明显。回到日常扫码上，这台机识别也比较灵敏，这一点你不用担心。手机日常轻度使用，刷个某宝、刷个某音、聊个微信啊，都是没啥问题的啊。也有接入小米的推送服务，比如说飞书，即使不在后台也能接收到消息，不用太担心内存小的问题。9A 那期我们之前也吐槽过消息延迟、扫码慢等等问题，在这台机上都没有出现，进步了啊，值得点赞。总的来说，在使用13C 的这段时间里面，体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差啊，甚至还要更好一些啊。这个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3年前3季度啊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，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9398块，超过这个数字的小伙伴可以扣分1，没超过的可以扣分2。中位数是24528元，如果换算成每个月的话，这两个数字分别是3266和2725。入门机、中端机啊，肯定是有广阔市场的，只不过这些机可能没有怎么出现在过你的视野里面。我们之前9A 的视频聊过啊，你一上网，我靠，这大家不是旗舰机就是折叠屏，要么就是中高端。百元机这几个字，可能很多人应该是今年第一次听到吧。13C 这类机的目标用户很大一部分，或者说绝大部分啊，就是那些对手机要求不高啊，预算又极其有限，又想要一部基础稳定手机的人群啊，尤其是老年人。根据2022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，截止2022年末啊，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了2.8亿啊，老年市场也是非常广阔的不过体验这款机器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主观觉得啊，有一些设置其实可以修改一下。不光这台13C啊，其他品牌的机器你都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后面的修改，这系统大同小异嘛，花几分钟调整一下，让它更适合老年人使用。第一步肯定是卸载大量预装的没用的 app， 并且安装你常用的。MIUI 14的剃刀计划支持把桌面上的 app 卸载到只剩下相机、电话、短信等等8个，你可以根据老人的需要保留，再安装上老人常用的，比如说某音啊、微信啊。个人建议你还可以打开手机的纯净模式，防止老人不小心下载到流氓软件。第二步，更改手机的显示效果，去设置显示字体设置里把字体大小、这粗细都拉到最大，各家系统其实都差不多啊。然后去上一步安装的第3方 app 里面打开关爱模式。关爱模式这个名字不同的 app 可能叫法不一样啊，有的叫大字模式，有的叫长辈模式等等等。打开之后 app 的字体就会变大，界面上也会少一些花里胡哨用不着的功能。这次体验过程中我们发现 B 站还没有类似的模式啊，确实这个年龄受众可能相对较少。我们也专门问了一下客服啊，希望后面能够上线。第3步就是更改老人桌面提醒作业。小米系统里面有2个不同的老人桌面，一个是在设置桌面模式里点击极简模式啊，切换之后桌面的图标字体都会变大，也可以在桌面上设置一键呼叫。不过我觉得这个界面还不够直观，主推另外一个啊，它也是在设置里面啊，就叫极简桌面，就是点击之后它会跳转到应用商店里面给下载安装一下。这个桌面采用了卡片式的界面，要更加直观。像常用的电话、短信等 app 还做了专门的应用界面，拨号时也会直接读出数字，这个是非常利好老人的。也可以在桌面上设置一键呼叫。不过使用这个极简桌面需要进入设置、应用设置、应用管理中，点击右上角选择默认应用设置，把默认应用直接改为这个极简桌面就可以了啊。就是设置步骤稍微麻烦一点，希望上面的这3步可以帮到你。高端看科技，低端看良心，这句话你可能听过。百元机是一个主流厂商其实都不太想做的价位啊。一方面确实它的利润是非常低的，即使你靠规模化压低了物料成本，但是组装、运输、销售、售后这些人力成本你是减不了的。另一方面，这类手机也是和目前国产品牌集体冲击高端这个主流趋势是相悖的。你一搞不好，不但赔钱，还要赔了品牌形象，这种风险可不是谁都想承担的。让每个人都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乐趣，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。百元手机不可能有什么高大上的技术和设计啊，我觉得这改变都已经算是非常大了。但是一台合格的百元机肯定是一个品牌责任感这3个字的展现。OK，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大家产生了一点帮助，记得下方给我们点个赞，特别感谢。更多人精彩，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，播着听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对了，我们的数据库4.0已经更新了啊，记得去看小程序。